拜托 ATM， 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Sandra。我们未来银行里面金库现金很多，各位用智慧来领钱吧。哎，今天是政论的精英大对决，所以盛棚特别的热闹啊。是啊，首先介绍陈伟杰，你好。行长好，乡里好，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师大政治学研究所博士啊，目前是新北市议员。对，也是文传会的副主委。文传会的工作是有包括哪些？有负责政党的这个对外的宣传跟政策的宣导。因为从政你的最主要的宣扬的一些理念是什么？助人为快乐之本嘛。哦，那也可以改变很多政治的不合理的现态，这是事实，这是我当时从政的这个初衷。助人为快乐之本，那今天你就不要拿冠军了，助人为快乐之本 ，OK 的，欢迎帮助我们。谢谢。又或是你拿到奖金，要怎么样助他们？哦，这个也是一样啊。是。来，接下来介绍第二位是我们的钱怡君。嗨，大家好，我是钱子。新闻大白话啊，对，我们常常下午都会看了。对。最近最热门的题目应该是宫斗啊。什么宫斗啊？灿哥中箭落马。哦。可是他都笑得很开心的，为什么？对，我觉得他很厉害。对，他被这个交保的时候就走出来，是带着微笑，而且是灿笑。政治节目有时候超级好看哦。对，他们也来不及更新呢，对吧？这时候讲完那个局面又变了。哦，有的时候他们会忽然间讲一些新进的进度。对，我们经常在讲到一半的时候，导播或者是我们的编辑就会跟我们说，哎，有最新的消息进来，我们就要立刻 update。所以你每天要 stand by 啊？对，几乎是除了洗澡、吃饭之外。为什么没有？太辛苦。所以啊，我们下午都在看他。我们现在也不过6点多，你是刚录完才下来？对，我刚直接啊，直接。本来要回家洗澡睡觉的，结果跑来这里。还没吃饭啊，好，欢迎你来了。欢迎天子。接下来王浅秋，你好。Sandra，我认为你应该是经理或协理以上，怎么可以只有乡里？你有这样行长屁这边呢？是可以哇，可以。他常常做政论节目，我们也常看，而且以前是副市长的。对，不是啦，没有当副市长，我只是新闻局长而已。谢谢你顺关，金口。但这样以后会变市长哈。对，但他当过发言人，所以以前他讲话的时候就口齿清晰。不过我有一点点成就，应该是因为小时候是瓜哥的粉丝，跟瓜哥合照过的关系。在哪里？你在哪里？我证明行长穿越时空，当年跟现在都是一样的年轻跟帅气。你是最右边那个吗？再问一次。你是最右边那位。哦，那个有肩带那个。认得出来吗？肩带那个是背包。对啊。可是我看不到包包啊！哦，有。那有一只手，我也不知道是谁，太多人抢着要跟你合照。你那时候打扮是这一款的？不是啊，那时候都把裤子会扎在里面，那个高腰裤这样。扎腰那个年代会。你看起来非常正经八百。我们总会碰在哪个场合？正实舞台吧，华视的录影。哦。我是国中的小时候。真的哇，他的眉毛很抢戏耶！哇，刚刚整个就是哇，美女很帅你啊！真的啊。真的。你就知道没什么变，对不对？对，穿越时空，对，有年轻。我现在也是你的粉丝啊。互粉。是政治大学 EMBA 了哈。对。这个小时候看我们录，你是眷村小孩吗？不是，我是台湾囡仔，新闻顶举例会。新闻顶长大的。光的尾巴呢？光家加厚。可是听他讲国语的时候，觉得他又是外省腔调。对，有一点点小卷舌。非常厉害。现在卷舌会被当飞碟，小心一点。好，谢谢。欢迎哈。欢迎哦。谢谢秋明，你好，大家好，你好。我会唱《断尸的舞台》。哎，你看以前综艺节目都会主题曲啊，真的，现在都没有。这边可以啊，拜托 ATM。不是，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口传硕士。对，口语传播吗？对。哦，对，资深新闻的媒体人。哎，你现在发现一个现象，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我那个年代哈，都什么陈水扁啦，哈，什么谢长廷，然后就打架。哇，现在在这个立法院，朱高正，对，然后什么国会战舰有没有啊？那现在反而这个在立法院都变成女力至上，哎呦，什么陈玉珍啦，哦，这个还有哪位啦，这个徐巧芯啦，王宏威啊，哇，这些都是女生，所以我们这边要开始警告陈伟杰，如果你今天赢的话，我们就女力至上了，真的。
力至上，对，今天女生加油。对，以前要是书念得好才能当立委，将来是要体育系毕业的。你在学校打什么？我打脚力的。好，来，入选。对，我摔柔道的。OK。好，接下来介绍是吴安琪，你好。哎，你好，大家好，张毅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哎，台大政治研究所啊，他也是政论节目的主持人。进新闻里面对不对？主持节目要有气派，那碰到有时候争吵不断怎么办？让他们吵，真的吗？让他们吵，因为才会把整集都吵完，我通告费领了，我要走了。对，来欢迎5位，来介绍2位专家。首先介绍超人气新闻主播朱思翰主播，你好。主播好，大家好。社会科补教名师王焕老师，你好。老师好。我们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存款争夺赛，来 Sandra 请讲规则。好，这一回合呢，银行金库准备了6万元，大家怎么累积存款？抢答之后轮流作答，每答对一个答案就是3000元会进账户哦。那6万元要抢完为止，或是2题题目轮完之后，万一2轮都没抢光，剩下的钱就累进到下一回合，赢者全拿。我们请这一题是请朱思翰主播来回答圈或叉，请出题。根据欧亚集团指出，2024年即将面临的全球10大风险有哪些？请抢答。伟杰，那个 AI 科技的一个改变，让整个社会法令上跟不上。对或错？没有错，是不受控制的 AI 哦。现在因为真的是 AI， 以前是可能就是好像美国啊或中国啊好像用，现在全世界大家都用得到 AI 了。请加3000。李军，中东地缘政治的一些风险，像是中东现在我们知道它有可能会扩大，周围的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对峙，世人都会担心。以前我们都是中东火药库，现在也是吗？现在已经炸了吧？依然是。对或错？没有错，而且呢，其实这个报告是在2024年1月的时候出来的，它预言的就是现在正发生的事情哦。它就是说，其实呢，这个加萨走廊的战争只是一开始而已，它所牵扯的是，后面谁支持谁，谁又支持谁，变成谁又去打谁，变成以色列跟真主党打等等的。它接下来会用一个旋螺式的方式不断的扩大，所以它被排在这个10大风险的第2个。谢谢。来，简秋。美国队长在内部的这个冲突里头也有失智的啦、失控的啦，各种风险，而且11月就要选举了，谁胜谁负，拜登会不会退选都不知道。像《Civic War》这个电影里面演的一样。没有错，2024年风险第1名就是美国跟自己的战争哦，要选总统了，好像谁选上，目前看起来都会有一点小问题啦。请加3000。谢谢。来，明宇，乌克兰分裂。乌克兰现在有没有可能抵挡攻击，或者是会这个领土的分裂啦？没有错，这是今年风险的第3名，而且更详细一点说，就是其实大家要开始接受乌克兰应该有可能就是分裂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以前还会说要打回去啊，或者是说打回来啊等等的，但现在可能大家都要接受个事实，就是已经有大概18%的领土被占走了，拿不回来了。所以这个分裂的事实，大家如何接受，如何做后续的处理，是今年的第3大风险。来请加3000。安琪。大家的答案都好有学问哦，应该是那我就关心一下圣婴现象，应该有吧？圣婴现象对或错？没有错，这是第9名的风险。所以你来请加3000。伟杰。还有这个全世界有些流氓国家的一个集结啊，俄罗斯啊、北韩啊，这些动不动就是恐吓整个全球的区域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要不然就试射这些流氓集团的一个集结啊。没有错，刚刚提到的流氓集团其实就是指的俄罗斯、还有北韩、还有伊朗，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现在西方掌控的社会中得不到好处，所以他们很勇于去怎样去破坏国际的规则，认为说去破坏了，他们才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利益。那这个报告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他提到他觉得说，这个3个流氓集团里面啊，其实是中国啦，在后面默许，这也没有支持他们，因为自从中国支持他们可能会听。对，但是呢，中国就也没有要制止他们，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就造成这个流氓集团越来越说，反正我也不会怎么样。对，来，请加3000。李军，
全球经济啦，大家知道这个疫情过后，像我们台湾也是，那欧洲更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完全全恢复，所以全球其实会担心，就是整个经济的风暴席卷在全球。来，对侯总，这个有一点笼统，因为它确实给出来这个报告里面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但是有提到很类似的，大家等下可以从这个方向去切入。他不能再解说，怕泄露答案了。浅秋，本来想答别的，既然我接着谈好了，通膨。全球通膨可能造成的影响，那当然他有提到中国经济的数字，是因为他主观的认为中国经济因为人口的关系、市场规模的关系，会影响全球经济。对侯总。等一下哦，通膨，所以重点是通膨还是中国？中国经济为主，市场经济。好，这份报告里面有提到，中国的经济确实碰到了一点小问题。那他提出来的看法是这样啦，他因为疫情之后这个反弹的红利，第一个用完了，第二个中国的经济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房地产，那房地产刚刚好，大家最近听到的有问题的。爆出来的恒大啦等等，都是房地产、碧桂园等等。那么第三个就是，其实中国有很大一部分经济是靠外部的需求，它以前是世界工厂嘛，所以当外部的需求不够好的时候，中国可以赚到的钱是不是就变少了？所以当今天一个急速成长中的国家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进则退嘛，大家跟着一起往前跑，所以相较之下，确实就会觉得中国的经济好像好不了哦。再加上可能加上内部政治也有一些他们可能想要克服的事情，优先priority摆在不一样的地方，就造成了好像真的看到数字上面不是那么漂亮。谢谢。你全球矿产，因为这个尤其稀有矿产的。这个一个稀少啦哈，那现在大家对于矿产的一个争夺啦哈，不管是像这个什么石油啦、天然气啦，或者是说一个新兴矿产的一个争夺。来，对我说没有错，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纷扰啦，所以你握有这些资产，你握有这些矿产，大家又很需要电动车，需要一些特殊的矿产嘛，那特别是稀土啊等等的，所以这个都有造成，现在争夺矿产也变成大家的一个谈判的筹码。来，先加3000，谢谢。安琪。那刚刚浅秋姐有讲到一点点通货膨胀，应该有吧？我相信台湾觉得通货膨胀很严重，应该全世界都觉得很严重。通膨不是2024年最大的问题哦，它是个问题，但不是2024年的主要问题，也不是10大了。OK， 来，胡杰。那个文化之间的冲突啊，因为每个不管是人种，或者说对于文化彼此的不了解，所以造成的一个冲突，就不然刚刚提到很多的战争。不管是这个中东的战争、以巴的战争，但因为大家对于文化彼此的不了解，所造成的一个冲突的影响，也是在文化层面上造成很多的一个问题。文化冲突。来，对我说，文化是一个问题，但不是欧亚集团这一篇报告它所要瞄准的对象哦，它要瞄准对象是文化造成的另外一件事情，大家可以猜猜看。对，有提示给你了，文化之后造成的影响。我印象中是文化跟种族的差异啊，因为各种的文化，例如中东，穆斯林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但以哈冲突里面看到了不同的信仰的冲突，这个是文化上面最基本的差异。那这种冲突会在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越来越对立、两极化的世界里面，就会衍生成更大的世界的问题。也不对，那我给大家一个提示，欧亚集团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政治风险，就是说他们是把政治学带进华尔街的，所以呢，他会跟这些公司说评估说你现在做这些政治决策，或者是说现在这些地缘政治会造成你在经营上面的时候的哪一些风险，这个是欧亚集团在做的事情。好难哦，他的提示好虚无缥缈哦。真的，我刚才也觉得看到这个问题，我看到的还是文化战争啦，文化战争冲突。比如说，他有提到什么百事可乐、迪士尼，那甚至有这个美国学院的，就说你可能会对于这个，就说同性恋的一个这个影响啊，你在打广告的时候如果你是赞成这个族群，你会失去另外一个族群。那比如说像迪士尼比如说你的这个一个政策的推广，你可能就会引发另外一批人的一个抗议，这样。比方说小美人鱼是对这个哪一个人找到哪一个种族的来演的话，对，那另外一个就会引发其他的抗议，这样。你很难讨好所有人的。对，来对我说。没有错，因为这个的原文我去翻了，它叫做 risky business， 就是说呢，其实以前大家就做生意就好了嘛，但现在我要去讨好红的，我要去讨好蓝的，就会变成说民主党想要做什么，保守派想要做什么，自由派想要做什么，
然后呢，我今天稍微有一点点政治的色彩，就造成我企业的一个很巨幅的亏损。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今天如果说可能有一个跨性别的网红来支持了这个啤酒的公司，结果竟然造成高层有2个人要辞职，还要跟大家道歉，因为可能美国有些比较保守的州，比较保守的州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对，所以这个就反而是变成了美国的一个文化战争，然后保守派跟一个自由派之间的一个冲突，造成商业上面的风险。是这一个文化战争特别要提到的 risky business。了解了。就像好像007现在好像是也是要找黑人演嘛，好像下一个是吧？007我们一直看都是白人演嘛，对，现在可能也要找黑人。那就有人会觉得为什么？我们不太习惯对不对？公主都变黑了呢。没错，而且不止小美人鱼，好像之后也还会有陆续的。还有一个答案哦，还有2个啊，请加3000，加3000，还有最后一个，看想到这样，只剩你一个名誉，名誉还可以继续。那我赌一下好了。好，我看到的是经济不行了。对，那它就是说全球的经济开始趋缓，中国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啦。但是有一些经济的政策，比如像英国啦，英国的经济包括就是说除了通膨之外，还有房价，还有这个有些物价开始上涨就是说全球的经济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境，就会造成全球很大的一个风险。好啦，这个算对啦，但因为这个是我专业，所以要讲比较详细一点点。这个呢，原文是说 no room for errors， 就是没有再错的空间了。它不是说经济不好哦，不是说全球经济不好，它的意思是说，因为呢，从这疫情之后，大家要救经济、救需求啊，所以提出了非常多的一些政策。政策导致什么？有点过热了，过热就会怎样？过热就会通膨。通膨的状态又刚好碰到乌俄战争打起来，原物料开始往上走，所以呢，经济还没有复苏，物价先起来了。那你的降息为什么之前一直要升息？要升息就是因为要救通膨，要压那个经济嘛。结果但是这一次的经济不是因为过热才导致说这个物价变太高啊等等的，所以已经用这样的方式没有用了。好多的措施在22年、23年都已经端出来了，救房价、救消费、救物价都端出来之后，哇，24年没有东西可以用了。所以呢，这个危机叫做 no room for error， 没有在这个缓冲的空间了。经济目前没有缓冲的空间，所以大家就必须要努力好好的认真工作，然后呢去克服这一些事情，而不是再去靠这些政策来救经济了。对，来加3000，哇，你们很厉害！第一轮10回合3万块都抢光了。接下来进行第2轮，由王焕老师来举圈或叉。现在就要请出题。每个朝代都有个开国英雄，请问中国历朝的开国皇帝有哪些？要说出朝代跟人名或称号哦。请讲答。研究。元朝成吉思汗。元朝成吉思汗打到欧洲去了，就卖羊肉炉的啊。好吃啊？错啊？不是吗？不是成吉思汗。大家对蒙古的认知都有蛮大的问题。首先，在蒙古在建立这个帝国时期的时候，它有分两个状态。第一个是叫蒙古帝国，后来称中国元朝。那它2个是完全不同的。那如果你要讲元朝，你必须针对中国元朝这一个韩国的部分去表示出他的开国皇帝是谁。那绝对不是成吉思汗，因为铁木真、成吉思汗驰骋欧亚草原，他是建立蒙古帝国的君主，没错，但绝对不是元朝，对，绝对不是元朝。听懂了，错，所以要精确的正确讲要怎么讲啊？要讲出答案吗？哦，不能讲，大家还可以抄题目，对，大家还可以抄哦，原来这么深哦。是谁？并不是哦，我只知道开蒙古烤肉都是铁木真啊，吃啊，羊肉骨啊。我只想到吃啊。但是我知道他历代领土打的最多的就是元朝。中国历代领地最大就是蒙古帝国，对。然后据说这个基因学里面，在中东啊，还有包含中亚草原这边，有非常就是浓厚这个蒙古人的血统在。是，好，谢谢，哇，讲的真好，精彩。秦始皇焚书坑儒，书同文，车同轨。啊，对，秦朝秦始皇。就是秦朝的秦始皇。正确。来，请下3000，安琪。汉高祖刘邦。汉高祖刘邦，对我说。正确。好的。请加3000，就往下推啦。明朝的话是这个
这个朱元璋，草讨红蝶，对，朱元璋洪武大帝，对我说啊，正确。来，请加3000。怡俊，努尔哈赤后金。正确。强，厉害！哇，有这么多，你要挑那么难的吗？好紧张，对，真的。对，来，接下来来加3000，对不起。好，来加3000。武周武则天。哦，我以为是武周制药厂。一样。来，武则天。正确。来，请加3000。安琪。中国历代，司马炎。朝代。你司马炎是对的，是不是那个朝代？对，恰恰啊！我这个动作是什么？跳舞。往前跑。哪一个朝？哪一个朝？晋。哎呦，前进对不对？是晋朝对我错误啊！那你演的这么辛苦。因为一样是不够精确问题，晋有分西晋跟东晋，对，所以你要看往哪边走啦。对，没有中晋啊。我们给他通告费是不是太少？那么严格？很严格哎，他今天就是来当老师的。但是我们讲晋是没错，但是是东晋、西晋这样，他是东晋对不对？不能说。好不了。左晋，怎么有后晋啊？对，来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对我走，唐朝不是李世民，李世民是后面的。来，李俊。溥仪末代皇帝的满洲国。正确，可以。对，那是日本人扶持的嘛，对不对？好，请加3000。名誉。曹魏、曹丕。曹丕。曹魏，对。曹魏，三国的曹魏。赶走了汉天子之后的曹丕，对或错？正确。来，厉害。请加3000。再回到钳子。等一下。宜君。东晋、西晋，对不对？捡他的。你可以捡，刚刚他没有讲啊，他没有讲对错啊。东晋。你讲名字要讲。东晋谁？司马炎。司马炎的东晋，对或错？错。2选1。哎，你可以剪了，你可以剪了。弟弟司马炎，谢谢。来加3000。捡到了。还好我们左进后进右进。哎呦，还继续只剩你一个啊。还有2个6000块还没抢完的呢。继续讲。中华民国开国皇帝袁世凯。那皇帝啊，也算对，他称帝啊，他称帝。这样对吗？啊，不行，我换一个好了，我换一个。中国。当后尾了，有这么多可以猜，你为什么猜这么多？那我换一个嘛，好，不要造成老师的困扰。新朝的新帝王莽篡新朝。王莽对我说新朝，正确。恭喜加3000，还有个3000，还有个3000。我先走了吧。我再给你一个提示，我该给你提示，百家姓第一个谁？赵匡胤。赵匡不是讲过了吗？哪个朝代？宋。天哪，你不要告诉我北宋南宋吧？宋啊，没宋，你宋。不是啊，你是赵匡胤开国啊。赵匡胤宋朝。宋朝对或错？错。因为一样啊，这个朝代细分都会有南北西东之分嘛。南宋。那因为这个差很大。差很大。因为一般来讲，时代的一个延承过程中，北都早于南，然后西早于东，所以它会有前后2个开国的皇帝。那怎么讲？赵匡胤不是吗？赵匡胤是北宋的开国皇帝啊，北宋啊，北宋。但是他叫宋太祖啊。我们在讲这个，你会发现有的是太宗、太祖、世祖，往往都会在开国皇帝的称号里面。原因就是这所谓这个其实不是他们的谥号，这叫庙号。那庙号就是他们进太庙会受后人的这个祭祀，那往往都是开国的比较祖宗派这一块的，会比较得到比较德高望重的这个待遇。那后面我们常听到所谓的什么，比如说汉武帝、汉文帝、汉景帝，中间有个字嘛，对，那像文武这些都是偏好的，这叫谥号。有一些像比较中庸的，可能就是怀帝、惠帝，
有一些比较糟糕的很少，比如说像周幽王的幽字，或是隋炀帝的炀字，这个都是比较糟糕的谥号。那最后其实，在明清之后，中国皇帝其实很搞刚，你知道他们的称号一大堆，但明清之后。以年号来称皇帝是蛮普遍的，比如说我们常听到康熙嘛，什么永乐、崇祯，然后这个雍正、乾隆，其实这都属于他们的年号。那其实明朝之后年号就不会再改，不然其实过往的皇帝他可以一直改年号，他心情好或不好就随便改一下，所以就是会有所谓的谥号、庙号、年号在称呼皇帝的这个称号部分。对。那你知道吗？历史有读过，有一个皇帝是掉到粪坑死掉的。掉到粪坑淹死，真的吗？被粪淹死的。对，野史吗？对，这应该是野史啊。这个是野史，谁去那边吃死的？我这个一查，因为以前我出过这个题目，史册一定不会记载这种啊。有出过这个题，真有出过这个题目，他就喝醉酒，然后上厕所淹死了，然后被大便淹死。对，我们好，待会来查一下。历史是很有意思的。好，我们来统计他们的奖金。好，目前伟杰9000，钱子9000，浅秋6000，明玉27000，安琪6000。是，马上进行我们下一回合，赢者全拿。这回合请乡里来讲规则。好，这一回合呢，同时作答 A、B 2个选项，答对的话呢，累积奖金每个人代表1000元；答错的话，此轮就淘汰。那每一轮最后留下来的那一位，可以把当时账户里面累积的奖金全部灌给自己，赢者全拿。对，这题好玩的是说，他一次答对5个人就5000累进。你看上轮没抢完的3000还放在那边哦。有3回合，第一回合请出题。地震国家级警报属于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的一部分。请问下列何者是示警项目 ？A. 水库泄洪 B. 公路连环车祸。请作答 A、B。哦，有3个答案啊，2个不一样的。首先怡君你要选 A 哦，水库泄洪，请说。水库泄洪，我认为比较像是国家级警报啊，就说下游的人要疏散，快驱离。对，公路连环车祸比较像是我们新闻快报。前面发生车祸。对。就水库泄洪是因为怕底下有人搭帐篷露营，常常这样冲走的。对，安琪也是这种想法吗？对。因为公路连环车祸，我倒没收过哎。很多都没收过啊。那伟杰你选择不一样的。对，因为我就觉得水库泄洪都是局部的地区，所以不属于国家级的。所以我认为可能公路连环车祸在高速公路上有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一个车祸，或许要告诉大家。研究呢？毕竟我是边缘人，很少收到国家情报，但我认为一定要是突发的、重大的，可能严重影响一般的人的。那可能万一是大规模的公路连环车祸，影响的规模会很大，包括台湾的民众哦，所以需要提醒大家注意。OK， 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水库泄洪，所谓的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呢，分成国家级警报、紧急警报、警讯通知。其中呢，水库泄洪的警戒属于警讯通知，适用你可以比较长时间准备啦，而且跟我们大家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警讯。而用户端呢，可以依照个人的意愿哦，你告诉手机界面呢，去里面设定开启或是关闭。而公路附近的示警呢，项目只有公路封闭的时候的警戒，然后如果道路崩塌灾害造成必须要封路的话呢，我会警告这范围之内的用路人，所以并没有连环车祸这样的警告。2位请到旁边休息，谢谢。加3000，现在累到6000了哈。下面一题请出题。人人都想要幸福的生活，根据哈佛研究，人们获得幸福的秘诀是什么 ？A. 良好的人际关系 B. 优渥的薪资收入。请作答。3个选择一样的，来，明玉。很想选 B 对吗？钱不重要哦，比较重要。我就觉得是，因为你还是会觉得说有一些优渥薪资的收入，他们还是会轻生。对，所以好像说钱不一定会带来快乐，但是如果你有良好人际关系，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左右逢源，人家都说你好，对不对？这个可能比钱更重要吧。是，如果你有钱，大家都视你为就看到很多一些有钱的人还是会有轻生啦，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是，安琪呢？
对，因为他是哈佛研究嘛，有时候那个你知道学者的想法都比较不一样，不会拿钱当做钱，没有世俗。如果别人说哦，你都是讲钱，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A 良好的人际关系，根据哈佛研究团队发现啊，最快乐而且最健康的人，就是跟别人有很好的交流跟互动的人。原因是因为哦，如果你跟别人交流互动很优秀的话呢，你比较不容易忧郁，然后也不容易罹患糖尿病跟心脏病，或是呢你生病也可以康复的比较快。目前为什么会这样讲？最好的理论就是压力抒压这样的一个解释方向。你不能一人闷着，如果大家能够这样在一起，你的压力可能就抒发掉了。平常讲一些废话啦，对啊，垃圾话啊，来请教3千。下面一题，请出题。请问以下哪个成语在明朝初期其实带有称赞人的意味 ？A. 人面兽心 B. 衣冠禽兽。请作答。好。为什么是人面兽心的依据？你知道兽有可爱的兽，比如说小白兔啊、小狗啊，对，有没有可能这样是有一点点在称赞人？衣冠禽兽感觉就是在骂人呢。啊，你也是一样。对啊，形容人的脸长得像小白兔一样之类的。那你的衣冠禽兽为什么赞美人呢？就是禽兽，如果你穿的衣服还是人模人样啊，对啊，所以这个是不是有称，就是你还是人模人样的样子啊？不知道，堂长，你这个衣冠禽兽，你有觉得称赞吗？有称赞，因为看你的官阶嘛。你懂吗？有可能。朝廷上朝，有人是绣一只鹤，有的是虎，王爷是龙。对，龙袍。所以衣冠禽兽代表你官位多大嘛 ？Oh my god， 我们错了吗？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第一，衣冠禽兽。其实呢，这个词呢是来自于明朝官员的服饰哦。古代皇帝当然自己说自己是真龙天子啊，而最能衬托皇帝龙形象的东西，当然就是禽跟兽了。那王爷也是龙，但是他的龙要分，皇帝是5爪，王爷只能用3爪，所以有分嘛。对，所以在明代的时候呢，官员的服饰规定啊，文官的话，你的官服上面绣禽；武官的话，你官服上面绣兽。对，所以衣冠禽兽在当地也会觉得说，哇，你起码是当官的文武官员，那当然是一个光媚就是明媚的事情啊。所以，但是到了明朝中晚期的时候，官场开始腐败，那个时候才转成你这个衣冠禽兽变成贬义。就是后来的官员如果对老百姓不好，大家都恨那个官员，就说这个官员是衣冠禽兽，变骂人。来，哇，只有他一个人活着，来加1000。哇，他们奖金多了，破纪录了，很厉害，请到名誉账上。OK， 谢谢。各位请回来，很快就回来了。第2轮还是有机会的。3万，但浅秋嘴巴都张开说遥不可及啊！3万，我也真的很快就追上，加油！要大家加油了。第2轮请出题。死刑释宪案近期开题辩论，引起热议。请问，若要废死，应由哪个机关决定 ？A. 司法机关 B. 立法机关。请作答。好，唯独伟杰是独排众议，这个立法机关啊，其实说，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你要废除死刑嘛，但要经过法律的一个修订嘛，所以但要不要废死，由立法机关来立法决定。那浅秋为什么选 A？立法机关，你知道大家打成那样是无法做成决定，没有了，就是还是最后回归到司法上的制度。大法官啊，就大法官这个释宪的部分嘛，对，看有没有违宪的部分。这是司法机关嘛，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立法机关。真的要立法就可以废死了吗？其实啊，日前37名死囚认为死刑是违宪的，那申请释宪。那宪法法庭开庭辩论啊，那法务部的立场非常明确，觉得死刑是合宪的。而且大法官会议呢，之前也释宪过了，也都认为是合宪。现在情势没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法务部呢坚决主张死刑是合宪的。至于是不是废死，这是一个民意的声音。那接下来的话，就应该是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来做决定。所以死刑存废不是法律面的问题哦，它其实是政治
治决定，所以会有民意参与的部分。对，它就已经是符合宪法的啦，都已经死刑是符合，就看你们民意要反对，最后还靠是依照大另外一个方法官事先决定的嘛。没有，立法院它都可以被否决，因为还是要立法啦。对，但对伟杰没什么好处啊，只加1000呢。然后这一轮就没了，然后这一轮就没了。这一轮就1000块给不用下伟杰，不用去坐那里，也不用坐，这不够，直接进入第3轮。第3轮来，请出题。新闻常见景气灯号，请问下列景气灯号颜色何者表示景气相对稳定安全 ？A. 绿灯 B. 红灯。请作答。哦，绿灯是景气的灯号，红灯代表不景气嘛，对不对？红灯应该代表过热。过热嘛，过热。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绿灯。绿灯表示呢，景气稳定安全，相对应的经济成长率呢是6到8%。如果是红黄灯，表示景气快要趋于过热了，要相对的要注意一下。那对应的经济成长率是8到9.5%。那红灯代表景气过热，要赶快刹车。那对应的经济成长率是9.5%以上。所以现在应该算是红灯了。红灯。对，来下面一题，5000块。马上累积5000。下面一题，请出题。根据全球2023宽频网络速度调查，排除人口100万以下的国家与地区，网速最快的国家是哪一个 ？A. 美国 B. 台湾。请作答。哎呦，简就选美国啊？为什么？会不会对自己太没信心？这样子，我觉得美国是这个资讯大国，理论上应该很快才对，而且有那么多 AI 的产业在发展。选择台湾的安琪。我记得我去美国出差，因为我们出差的时候要靠那个网络传输把新闻传回来，很慢。哦，要传超久的，然后台湾这头的长官都会说：“你在美国怎么传那么慢？”对他真的传很慢。伟杰呢？我也是觉得，因为台湾其实在这方面的技术是比较成熟的，而且就到国外去，其实他们的这方面的一个硬体的发展是，我认为没有这个台湾好。正确答案是 B 台湾。根据英国调查呢，全球220个国家或是地区进行2023年宽频网络速度调查。那台湾呢，全球夺下最快的网速，而且些微的领先第2名的法国。那美国呢，其实是第5名。大家会想说，韩国不快吗？这边特别没有写，但是大家会想说日本。大家以前会觉得日本应该很先进吧，它其实只有第8名，但是我们应该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2022年也是第1名。那2022年日本其实是第2名，那它的网速也有进步，但是它的进步幅度啊远远不及我们，导致说它今年呢被2023年呢被欧洲还有一些北美的国家超越了。这台湾真正是叫科技岛了。是啊，对不对？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其实整个布局比较容易。是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好像网络大家都粘在手机上，对呀，诈骗比较快啊。你讲也对。如果它慢一点，吃不到葡萄酸，说葡萄酸了。对，是好还是不好不晓得。来，浅秋请坐一下，这样4000、9000了。下面一题，请出题。到哪都可以运动，请问人类曾经在哪个不可思议的地方从事过体育活动 ？A. 火山 B. 月球。请作答。1/2啦。两个都很不可思议耶。是到月球怎么活动啊？月球很难想象因为那个无重力的状态，对，那要撑杆跳吗？还是到那个球这个飘下去？都破纪录啊！很远，对，很难呐。因为它这个火山，它并没有写说它是已经爆发的，还是休眠的，所以在火山周围如果从事运动，应该还可以。对，好，那选月球的维姐。因为我想说，阿姆斯壮不是说他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嘛？那他就太空漫步嘛。后来 Michael Jackson 也有太空漫步啊，跑步比赛，对，跑步比赛，所以那就是一种运动活动嘛，体育活动。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月球。1971年的阿波罗14号太空人 Alan Shepard 还有Edgar Mitchell
Mitchell 成为第一批呢在月球上进行运动的人。那 Shepard 呢打了一颗高尔夫球，Mitchell 呢的丢了一根自制的标枪。那这个活动超级可爱，后来被开玩笑称为第1届的月球奥运会。天哪，那球打到哪里去？无重力状态会飘着。对啊，过几十年又飞回来哦。哎，那不是我丢的标枪吗？认得他。其他请下去休息一下。谢谢。加2000。旁边终于有人了。下面一题，请出题。台湾送礼禁忌多，请问送别人什么东西当礼物会替自己带来厄运 ？A. 袜子 B. 枕头。请作答。两个都选袜子，我觉得送鞋子是对，鞋子是绝对不行。袜子一样啊，一样概念啊，鞋子跟袜子不都一样？哦，我觉得啦。枕头，袜子可以保暖啊，它不是那种跑路啊。关心他的脚。哦，枕头呢？枕头会不会有什么习俗是我们不知道的？拿枕头出来打枕头仗，带来厄运，打得鼻青脸肿。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枕头。其实这个习俗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我们不能随便送枕头给别人。为什么呢？枕头是我们每个人晚上都必须要的必需品嘛。如果呢，你把你自己高枕无忧的枕头送给别人，代表你高枕无忧的日子就没了，你以后会变别人高枕无忧了。对，你以后麻烦事情就会接踵而来喽。对，也没有人送枕头的吧？没有，好像没有听过。但是我们去饭店会买枕头，对不对？饭店送你。3位请回来。哎呀，才做一下而已耶，才做一下而已。因为这第3轮了，也没人答对，这1万1呢就回到我们国库里面了。那最终呢，我们宣布他们奖金。好，伟杰1万，仙子9000，浅秋6000，明玉3万7，安琪6000。今天的冠军是邱明玉，恭喜！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明玉成为今天的冠军，3万7挑战权。来，这个卡，谢谢。来，请插卡，打开金库，里面有3万7是您的奖金啊！但先通过2个密码提示来，请出题。 2个密码分别是总笔画39画的考美国硕士，或是总笔画36画的洞庭湖决堤。对，考美国硕士有哪4个字成语可以形容呢？哇，考美国硕士，考美国硕士，离乡或荣归故里啊，离乡背景啊，奋发向上啊，对啊，完全听不，胡乱猜测。那最近有个新闻是洞庭湖决堤，对，哇，非常严重，对不对？对，就是。 妻离子散啊，对，惨绝人寰啊，36笔画，你想想看啊，天下长河，哦，天下长河，民不聊生。好，恭喜贼，要选哪一个，对不对？你笔画一个39，一个36的。那我选考美国硕士。来，请锁定。39，对，考美国硕士，请锁定。那洞庭湖决堤是哪4个字成语来形容它？请说，请看，人谋不臧。 他那个从好像3公分的一直溃堤到，对，越裂越大嘛，车怎么都下去填了。因为刚刚你有讲到惨绝人寰，我心里想说完了，那个还了我好像不太会写。那这个章好写的吗？会，这个我会。这个你会写？会人但人谋不臧就表示偷工减料，并工程没有盖好才会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一小点造成的重大的伤害，就是这样。好，人谋不臧我们已经放弃了。好，来，我们准备考美国硕士吧。哦，好。 围边三绝，围边三绝计时啊，1分钟计时开始，清楚。边，这个但我们没听过哈。2、3、4、5、6、7、8、9、10、11、12、13、14、15。 好，第3个，2、3，好，0啊，要个0啊，没关系，1、2、3， 03，好，绝，重点哦，1、2、3，1、2、3、4、5、6、7、8、9、10、11、12。
12。好，确定。停，几秒？46秒。46秒意味着说，你如果答错的话，还有14秒可以改。想清楚了啊。围边三绝密码11150312。对或错？错哦。想一下，你还有你还有几秒？14秒，14秒，计时开始。1、2、3、4、5、6、7、8、9、10。还有5秒钟，还有5秒钟。哎，我的围。没关系，这个字接触不了，我知道你要写什么。围边上，刚刚有跟不一样，刚刚是11是吧？对，少了再改一画。来，密码重说。10150312。对或错？一共是几画？39。来错，还有5秒钟。39，现在是几画？我们不晓得，5秒计时开始。327，第一个字。1、2、3。不要太用力写了。6、7、8、9、10。10。你是写10是吧？1、2、3、4、5、6、7、8、9、10。好了，那就09好了，没关系，因为刚刚错嘛。对啊。密码。09150312。对或错？恭喜答对！真假的？对。有37000元，你看，马上提供个 ATM 里出来的现金37000啊！真的假的？谢谢。好，谢谢光哥，谢谢真就好。来，我们看看正确解答。OK。哎，是这样啊。是，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恭喜恭喜！谢谢。这绝对不是人模不张的。对啊，围边三绝知道，基本上字写出来超厉害。对他能写出来就不错了。对，人模不张是有人为因素在里面，就会有不公平的地方。你看，比如说地震为什么倒这个大楼？后来发现里面都塞什么沙拉油桶啊，对，钢筋很不牢，就是人模不张的意思了。这样就可以用这个成语。谢谢各位，今天我们节目非常热闹，也恭喜你获得37000块的奖金。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恭喜！谢谢你，恭喜！很多谢谢啊。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